你想知道当年的南京大屠杀究竟是怎样的吗？你想知道当年日本侵略者究竟是如何禽兽的吗？你想知道当年南京城的老百姓究竟遭受过什么吗？今天这部电影讲述的正是这些。2007年，陆川导演率领剧组在长春建了一座城，花了3000万，复原一座仅有800亩的南京城废墟，因为他想还原最真实的历史。这部电影叫《南京》，南京。接下来电影没告诉你的，我来替他说。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件，中日战争全面爆发。同年12月12日，南京城防司令唐生智逃跑。13日，日本攻入南京城，从此开始了长达40多天的南京大屠杀。虽然唐生智逃跑了，但城里依旧存在一支部队，他们想用自己的生命最后一次保护百姓。日本早都想攻下南京了，毕竟这里是首都。进了城的日军高举武器，齐喊万岁。他们来到了教堂，打开门后，满屋的中国人，一双双充满恐惧的眼睛正在望着他们。百姓们纷纷举起双手表示投降，就连年少无知的小女孩也随着大人举起了双手。可能唯独只有她不知道，接下来的几十天，这群人会有什么命运。镜头一转，日本士兵用铁链把伫立的伟人雕像硬生生地拽了下来，肆意的哈哈大笑。他们就这样在南京城里扫荡，执行着惨无人道的3光政策：烧光、杀光、抢光。一台破旧的坦克停在路边，没有人注意它。就在日军经过后，坦克对他们进行扫射。这正是南京城仅有的一支部队，偷袭成功，迎来了短暂的胜利。可是南京城有几万日军，他们迅速随着枪声来到这里。没办法，这支部队缴枪投降，老百姓的最后希望也没有了。也就在这一刻开始，南京瞬间成为人间炼狱。不论年龄，不论身份，只要是中国人就必须杀掉，没有理由，也不存在商量。他们将百姓们分批处理，设立不同的处理点。一个巨大的仓库内站满了人，日军随后封锁门窗，灌入汽油，扔进火把。你认为这很残忍吗？他们又将另一部分百姓赶到海边，集体射杀。百姓们无力反抗，即使躲过了子弹，也逃不过溺水身亡。你认为这很残忍吗？不远处的百姓们被硬生生的活埋，日军还高兴地在泥土上跳起了舞。你认为这很残忍吗？在一个空旷的场地内，有数不清的中国人。日军一声令下，几百支冲锋枪向他们扫去，光打掉的子弹就能用吨来计算。倒下的尸体就这样堆积着，没有一丝空隙。即使这样，百姓们在临死前还在呐喊着：“中国万岁，中国不会亡。”你认为这结束了吗？这只是日军对南京城内男人的处理方式，接下来就轮到女人了。这是1937年南京城被攻破的第1周，一位日本军官向远处望去，他的脚下是无数的南京百姓。在这群百姓里，多数都是男人，因为南京城内的女人，日军自有打算。就在这座犹如人间炼狱的古城里，还有一处短暂的乐土，就是由一位德国人拉贝先生建立的安全区。幸存的南京百姓纷纷涌入，日本人不敢在这里放肆，毕竟这是德国人建立的。但我刚才说了，是短暂的乐土，因为日军接下来彻底成为了禽兽。这个男人叫唐天祥，是拉贝先生的秘书。他告诉安全区里的女人们，将头发剪短，化妆成男人，尽可能的去避免日军的暴行。几天后，日军趁拉贝不在，几个日本兵来到了安全区，将工作人员引诱出来。剩下的士兵随后冲了进去，对女人施暴。有人不堪被玷污，跳了楼；有人蜷缩在角落里哭泣。这一切才刚刚开始。拉贝先生接到自己国家的通知，他们要回德国，因为他保护难民的行为影响到了日德的盟国关系，因此他别无选择。得知拉贝先生要回国，唐天祥为了保护妻子和女儿，他决定和日本人做个交易，以换取家人的安全。他来到了日军大本营，见到了最高领导。为了换取一张安全证，向日军告知了安全区内藏有伤兵的事。日本人很高兴，并称唐天祥为朋友。周围的人也都在为他鼓掌。日军高兴的不是安全区内有伤兵，而正是因为有伤兵，他们终于可以不再理会拉贝先生，合理的冲进安全区来达到他们的目的。至于给唐天祥的那张安全证，仅仅就是一张纸而已。随后日军整装待发，大部队冲进了他们渴望已久的安全区。当然，他们首先还是要解决残余伤兵。当他们冲进医务室后，有的伤兵开枪自尽，有的伤兵毫无还手之力，也被日军杀害。就这样，即使安全区里的美国女人竭尽全力保护，也阻挡不了这群疯狂的禽兽。不，这不够。
接下来的事情，他们更疯狂，更禽兽。这是1937年的民国首都南京。残暴的日军在屠城后，终于冲进了安全区。为了满足自己，开始随意抓女人。一个小女孩看到几位日本兵正在抓自己的母亲，年幼的她想上前保护，却被一旁的日本兵抱起来，打开窗户直接扔了出去。女孩的父亲唐天祥失声大喊，母亲当场昏厥。镜头一转，拉贝先生带着几人来到了日本军营进行谈判。与其说成是谈判，倒不如说是一个命令，不能抗拒的命令。拉贝先生来到了安全区，召集了所有女人来到了教堂。站在讲台的拉贝泣不成声。原来日军下令必须交出100名女人，3周后归还，如果不交出，就立刻摧毁安全区，枪杀所有人。一个风尘女子主动举起了手，紧接着就是2人、3人，直到凑够了100人。那位风尘女子在临走前落泪回首，因为她知道去了就回不来。随后，日军向部队士兵下了价格通知，将女人归类：日本妇女5元，中国女人2元。1938年2月20日，拉贝先生即将回国，安全区的百姓们全部挽留他，哭喊着请求他不要离开，因为只要拉贝离开，安全区瞬间沦陷，所有中国人将全部杀掉。这位老妇人并不是演员，而是当年南京大屠杀的真正幸存者。可是拉贝没办法，他必须走。临走前，拉贝先生向安全区的百姓下跪，心中满是愧疚。随拉贝一起走的还有唐天祥夫妇，可唐天祥却留了下来，让他怀有身孕的妻子离开，因为他知道他之前背叛了百姓，他活着也是一种痛苦，倒不如把生存的机会留给另一位中国军官。留下的唐天祥在处决前告诉日本军官，我妻子又怀孕了，仿佛是向他宣战，说完就被击毙了。在南京城的废墟上，日本士兵随着鼓声跳起了舞，他们微笑着，这是一种羞辱，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精神侵略。可是这一切只是南京大屠杀的一部分。这是我最想解说的电影，也是我最不想解说的电影。想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粉丝里有诸多的95后、00后，我想让他们知道这段历史。不想的原因是我不知道用什么语速、用什么语感来解读这段历史，太让人沉重了。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条约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，是日军在侵华期间无数暴行中最突出、最有代表性的一个。这场屠杀不仅有中国人的视角，还有德国、朝鲜、英美的角色参与其中，当然还有日本人自己的视角。大家知道吗？在日本的教科书里根本不存在日本侵华，新生一代的日本学生对他们上一代的历史一无所知，他们只知道他们的前辈在上世纪来到中国是为了建立东亚共荣圈的，但是他们可以不知道，我们必须要知道，不仅要知道，还要铭记这段历史，要让世界铭记这段历史。